有这么一家公司，它曾 all in 虚拟货币挖掘，却因为以太坊验证机制的改变差点破产，一度被市场嘲笑为挖矿的失败者。但是谁又能想到，他关掉矿场，转身进军 GPU 出租行业，摇身一变成为 AI 神坛上最亮眼的 GPU 收租工。上市短短1个月，股价最高时暴涨超过300%。今天这期我们就来拆解这家公司 CoreWeave，看它是如何从加密赛道的溃败者华丽转身成为左右 AI 云计算格局的超级独角兽。看完今天这期视频，你将收获一个全新的 AI 投资视角。视频有点长，建议你先点赞再慢慢观看，你一定会从这期视频中有所收获。CoreWeave，光听这个名字，你可能还感受不到它的能量。但是接下来你将看到的是一个正在重塑 AI 云计算格局的庞然大物，以及它是如何一步步崛起，成为资本市场狂热追逐的风口公司。本期视频我将带你系统拆解 CoreWeave 的成长密码，首先从它惊人的股价表现开始，了解市场为何对它如此亢奋。接着我们来看 CoreWeave 到底是一家怎样的公司，然后我们会详细拆解它的核心产品、营收结构以及行业所处的位置。最后我们会聚焦在它的财务基本面，从估值、盈利能力、现金流等维度分析它当前所面对的多空博弈。强烈建议每一位观众都能看到最后，因为只有当所有的信息拼图完整拼合，你才能真正看清这家公司到底值不值得你下注。准备好了吗？那我们下面将进入第一章 CoreWeave 的股价表现。2025年3月，CoreWeave 正式登陆纳斯达克，发行定价在每股$40，远低于市场此前对其预期的47到55美元的区间。一时之间，舆论哗然。不少人认为这家公司只是 AI 风口吹大的空壳，估值根本撑不住，就连英伟达也吃了亏。作为 CoreWeave 最大的外部股东之一，英伟达持有约5%的股份。原本市场预期 CoreWeave 的上市能够为英伟达带来一笔不小的账面收入，但是随着发行价格的落地，英伟达这笔投资一夜之间却在账面浮亏约$2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低开竟然是暴涨的起点。CoreWeave 的牛股潜质并不是从上市的第一天就迸发出来的。IPO 后的股价波动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期的震荡期，上市当天开盘价格为$39，最高冲到了$42，最低一度跌到了$37.5，最后收回到$40的发行价。就在很多人都在犹豫观望的时候，转折开始了。第3个交易日，股价便拉升到$53，较发行价上涨了31%。虽然不算惊天动地，但是已经点燃了市场对这家 GPU 出租独角兽的想象力。不过这一轮的上冲也很快遇到了阻力，市场对它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完全了解，尤其是对其盈利能力能不能撑得住高速增长，普遍保持观望态度。所以从 IPO 后的第1周开始，CoreWeave 的股价进入了横盘震荡期，一边拉锯，一边试探市场的信心。很多散户甚至在这个阶段直接离场，觉得这家公司也不过如此，但很快他们会后悔的，因为更猛烈的上涨浪潮还在后面。几周之后，风向开始彻底反转，媒体、分析师、投行纷纷出手，市场开始意识到 CoreWeave 并不是一家普通的云服务公司，它是 AI 训练时代的算力批发商。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家公司，是因为它被称为 GPU 版的 AWS，这个称号一出，直接引爆了市场的想象力。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CoreWeave 的股价从$60一路狂飙到$100，涨幅超过60%。这个阶段的核心推动来自2点：一是它和英伟达的深度绑定开始被市场重新定价；二是大量的 AI 客户持续签单，确认它吃到了真正的 AI 落地红利。惊人的攀升来了，随着 A100和 H100的需求爆发，整个 AI 行业进入了抢卡大战的模式。CoreWeave 手里握着上万张 GPU，直接成了卖产人中的王者。投资人开始用全新的方式定义它，认为它不仅仅是云计算公司，更是 AI 基础建设的独角兽。资本开始疯狂涌入，外界预期其营收年增长将达到3位数，甚至有的分析师认为它是继 Snowflake 之后最具成长性的美国科技股。股价也毫不客气地回应了这一切，从$100一路冲刺，最高到$164，整整是 IPO 价格的3倍。这场估值狂潮背后到底是泡沫还是现实？我们必须回到原点来看一看 CoreWeave 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谁能想到2025年暴涨超过3倍的 AI 基建明星 CoreWeave， 几年前实际上是一家虚拟货币挖矿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17年，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创始人来自一支华尔街交易员转型的技术团队。他们最初使用英伟达 GPU， 不是因为 AI， 也不是因为云计算，而是为了挖掘以太坊。但如今 CoreWeave 转向了新的业务，
依靠高性能的 GPU 外加算力调动能力，向 AI 模型训练公司、渲染团队甚至科研机构提供 GPU 加速计算服务。如果说今天 CoreWeave 是 APU 浪潮中的 GPU 霸主，那么你或许难以想象，它真正的根基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悄然奠定。从2017年到2019年，Wave 还是一家加密货币矿场的运营商，依靠部署大量的英伟达 GPU 来挖掘以太坊。那时候，他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购置显卡、搭建服务器、建立冷却系统、构建电力网。表面上是在挖矿，实际上是在为日后称霸 AI 云计算夯实基础。你可以将其理解为，他提前5年准备好了武器库，只是当时大家并未察觉。然而，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到2021年，以太坊转变了其工作证明机制，这导致 CoreWeave 的收益呈现断崖式暴跌，虚拟货币市场一片惨淡，公司也面临破产。那一刻对任何创业者而言都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但是 CoreWeave 却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命运的决定，他们决定彻底放弃挖矿，全面转型为 GPU 云计算平台。所以如今它能在 AI 时代实现弯道超车，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于它在矿难中存活下来的能力。转型之后，CoreWeave 并未急于扩大规模，它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搭建一个专门支持 AI 大模型训练的 GPU 云平台。2021年到2022年，CoreWeave 迎来了第一个重要的客户 ——Stable Diffusion 的原始团队 CompVase。当时整个 AI 生成图像领域刚刚起步，CoreWeave 便率先切入了图形渲染、VFX 特效、推理加速等新型高算力场景。到2023年 ，AI 行业彻底爆发，CoreWeave 的高光时刻也来临。它不仅获得了英伟达的战略投资，还签署了独家的 GPU 供货协议，从而掌控了市场上最为紧缺的资源 A100和 H100，几乎无需担心算力的供给问题。你是否了解 Runway？它是一家从事视频生成的公司。Stability AI 是 AI 图像生成领域的先锋。Eleven Labs 则是 AI 语音领域的独角兽。这些你熟知的公司几乎都是 CoreWeave 的客户。CoreWeave 成为 AI 独角兽背后的基础设施推动者。随着大量顾客的涌入，CoreWeave 的估值也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从20亿美元一路狂飙至接近200亿美元。短短2年的时间，实现了10倍的增长，跻身 AI 大基建的第一梯队。这并非是运气使然，而是一次精准把握时代节奏、极致优化资源的卓越操作。那 CoreWeave 究竟是凭借什么盈利呢？它最关键、最核心的营收来源便是 GPU 的计算业务。根据披露，此项业务占据 CoreWeave 营收的65%至75%左右，堪称真正的盈利主力军。这是一项靠售卖算力、安量计算的云服务，客户无需购置显卡，也无需操心部署事宜，只要拥有 AI 模型，就能够在 CoreWeave 的 GPU 集群上展开训练与推理工作。其核心逻辑十分简单：你缺少显卡，我拥有显卡；你需要弹性调度，我能够动态扩展；你要求多卡并发，我便可以配置几十张 H100，搭建一个 AI 级别的超算力集群。CoreWeave 所支持的显卡阵容也十分强大，从 H100、A100 到 A40，全面适配主流的 AI 训练需求。它的核心客户涵盖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如 Runway、Stability AI 等，还有众多专注于大语言模型、图像扩算、推理引擎的创业公司。而且 CoreWeave 不仅出租算力，还提供弹性集群部署方案，可实现动态横向拓展。与 AWS 那种凭经验配置资源的方式不同，它能够依据客户的计算图自动伸缩节点，它还与 PyTorch、TensorFlow 等深度融合，使其推理引擎高度契合 AI 的研发场景。简而言之，这家公司既非销售显卡，也不是兜售云计算，而是将 AI 模型所需要的底层算力彻底打造成了一套高效、灵活、可定制的基础服务系统。因此，我们看到每一家 AI 创业公司快速迭代的背后，几乎都有 CoreWeave 的算力后端作为支撑。除了 GPU 算力，CoreWeave 其实还有一项相对低调但是不可或缺的业务，那便是 CPU 算力。这部分营收占比大约在5%到10%之间，虽然并非核心业务，但是作用却极其关键，恰似战场上的后勤保障部队。这项业务主要用于承接一些轻量级的任务，例如调度逻辑、AI 托管、网页面板控制以及边缘计算等。对客户而言，很多任务其实无需调用 H100、A100 这种高性能设备，比如进行简单的运算推理，使用普通的 x86 架构 CPU 便已足够。CoreWeave 为这些场景提供了标准的 CPU 计算节点。
其成本低廉，部署迅速，还能与 GPU 节点进行混合调度，以满足异构计算的需求。换言之，它既能承担 AI 模型训练的主要任务，也能补足外围任务所需的配套算力。这种能力在大客户进行全流程部署时极具吸引力。由此可见 ，CoreWeave 的底层框架并非是简单的 GPU 供应商，而是一家真正具备提供完整基础设施调度系统能力的公司。除了 GPU 和 CPU 节点 ，CoreWeave 还有2项业务。虽然它们并非核心业务，却是支撑起整套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配套骨架。其一为虚拟机和裸机服务器，这类服务的营收占比约在10%到15%之间，具备灵活部署和极致性能的特点。这部分业务主要面向企业级客户，提供定制化的高性能服务器部署。有些客户不愿意使用公有云，却需要将 AI 模型部署到私有环境当中， CoreWeave 便提供了定制打包方案，能够按照客户的需求进行模型部署，实现性能最大化。另一块重要的业务是储存与网络服务，这块业务虽然听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它是整个算法系统的血管，负责数据读写、模型快照以及参数传递等。当你训练一个大模型时，数据量往往极为庞大，倘若没有高效的网络结构和储存吞吐能力，即便是拥有再多的 GPU， 也会受到限制而难以发挥效能。因此 CoreWeave 通过自建储存系统优化网络拓扑，确保 AI 模型在训练和推理的过程中能够顺畅的输入与输出。这部分营收占比约为5%到10%，但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数字本身，是保障全站 AI 训练平台高效运作的底层支撑。接下来，我们对 CoreWeave 的商业模式进行简要总结。第一 ，GPU 计算堪称 CoreWeave 的摇钱树，占其总营收比重超过65%，是其估值的重要依据，也是其业务增长的重要驱动。第二 ，CPU 计算扮演着辅助性的捆绑销售角色，尽管其单价和毛利率较低，但是其优势在于灵活性高，组合方式多样，通常会与 GPU 节点打包销售，起到铺路石的作用。第三，虚拟机服务面向特定用户群体，利润相当可观，例如从事高频交易、模型私有部署的顾客，愿意为追求极致性能而支付更高的价格。不过这部分业务的规模较小，难以实现规模化，更偏向于定制服务。第四，储存与网络服务如同平台的水电煤，它确保数据能够高速传输，避免出现数据拥堵，是平台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并非是主要的盈利来源。换言之， CoreWeave 的产品结构十分清晰，依靠 GPU 计算创造收益，借助 CPU 和虚拟机拓展业务边界，凭借其储存与网络服务保障平台的正常运作。至此，我们已经了解了 CoreWeave 的产品线和营收组成。那问题来了， CoreWeave 究竟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它所面对的竞争者又是谁呢？从行业定位来看， CoreWeave 所处的赛道名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它并不涉足于 AI 模型本身，既不进行大模型研发，也不开展应用，而是专门为生成式 AI 和大语言模型等企业提供云端 GPU 算力支撑。简单来说，它是模型制造商的上游支撑层。这个赛道还有一个形象的称呼， GPU 云地主。在这个赛道中，谁能获得更多的高端显卡，谁又能成为 AI 训练时代的算力中枢。如今全球 AI 云服务市场，如果按照 GPU 算力资源来切分，大致可以分为4类。最大的是我们熟悉的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他们是云计算巨头，市场占比约为65%到70%。第二类就是像 CoreWeave 这样的 GPU 专属平台，他们不做全站云，只专注于 AI 算力调度，市场占比约为20%到25%。第三类是 Meta、OpenAI 等互联网大厂自建的私有云，性能最优，但是只在内部使用，占比大约在5%到10%之间。最后一类是一些小众平台或者开源部署，主打轻量级实验，市场份额约为1%到2%。所以你可能已经猜到了， CoreWeave 的主要竞手并非是一般企业，而是云计算的3巨头亚马逊、微软和谷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CoreWeave 作为后来者，为何敢与这些万亿巨头争夺 GPU 客户呢？它的优势又在哪里？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它与这些竞争对手究竟有何不同。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服务定位完全不同。亚马逊这类巨头是通用型云平台，为企业提供全能型服务，是一个大而全的全家桶。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他们的服务冗余，配置复杂，学习曲线高。如果你想训练一个模型，首先要打开几十个页面，转好几圈，但是最后连 GPU 资源都未必抢得到。但是 CoreWeave 这类 AI 基础设施独立厂商，
他们的业务核心是高度垂直化的，他们只做一件事，为 AI 公司提供 GPU 调度，其他的业务一律不碰。所以他们面向的客户也非常聚焦 AI 创业公司、大模型训练者或者是科研团队，他们都是对 GPU 弹性、价格、调度效率高度敏感的一类人。这些客户没有时间搞全站配置，他们更聚焦于开箱即用、灵活调度和 API 直连。而 CoreWeave 就在这个切口上狠狠打穿了通用云巨头的中间空档，所以别看它体量小，但是切入点精准，更像是一个打穿需求裂缝的算力狙击手。第二大差别来自于资源调度能力和定价机制。首先是 GPU 的调度效率，传统云厂商有个通病，那就是 GPU 资源紧张，你排队还不一定排得到。同时，由于区域性限制、账单上线、排期不可控，这些缺点通常让 AI 公司崩溃。但是 CoreWeave 作为垂直 API 调度平台，就像一条专用通道，为 AI 训练做过专项优化，资源调度更快、更稳定，开箱即用。在定价上，云计算巨头虽然也按量收费，但是他们的价格往往偏高，外加成本结构复杂，难以精准掌控。而 CoreWeave 走的则是另一条路子，支持分钟计费、容器级别的调度。更重要的是，它的价格便宜，租期灵活，能够按照项目、按照波段来租用资源。第三点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就是灵活性。使用云巨头的服务，动不动就要签年约，搞包年包月，而 CoreWeave 支持即开即用，用完即停，是为 AI 创业公司量身定制的弹性工具。所以本质上，云巨头更像是工业水厂，而 CoreWeave 则像应急水车。在 AI 模型高速迭代、训练任务高波动的场景下，后者往往才是真正的刚需。最后一锤，我们看的是技术架构与客户体验的差异。云巨头们的逻辑往往非常简单，他们做的是通用平台 ，AI 只是他们生态中的一个业务模块，所以他们的架构设计往往是为了兼容网页部署、微服务、数据库等全场景。听起来很强大，但是问题也很明显，复杂、臃肿、不聚焦。一个 AI 创业公司想要训练大模型、优雅推理、可视化监控，它需要的是速度、性能、弹性和用户体验。CoreWeave 就是专门为这种场景打造的，极致围绕 AI 技术的架构，直接对接模型训练与推理流程。所以在 AI 客户眼中，CoreWeave 与传统云巨头的体验完全不同。云巨头像是沃尔玛，什么都有，但是你要自己找货、结账还有排队。CoreWeave 则更像一家 AI 专属便利店，页面只给，功能刚需，开箱即用。有时候速度、体验和聚焦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云服务巨头更像是全科医生，你什么需求给他，他都可以尽量帮你搞定，但是不够专业，响应慢，资源贵。而 CoreWeave 则像一家 AI 训练的专科医生，他不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业务，但是只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怎么把你的模型训练得又快又稳又便宜，所以他才能在巨头林立的云服务行业异军突起，后来者居上。如果我们把目光进一步聚焦到 AI 基础设施独立平台这个细分领域，就发现 CoreWeave 的市场份额高达60%到70%，是这个赛道里的绝对龙头。它拥有最多的资源、最多的 GPU 芯片，和英伟达深度绑定，客户也最多，供货也最稳定。反观其他厂商，Lambda Labs 也有20%到25%的份额，开源影响力强，价格便宜，适合开发者起步。而 Paperspace 则相对弱势，市场份额仅为5%到10%，以教学和入门可视化为主。三者合计虽然在全球 AI 云市场中的体量还小，但是增速却远远快于传统的云巨头。接下来我们再来拆解一下 CoreWeave 的核心优势与挑战。首先 ，CoreWeave 与英伟达的深度绑定关系是其竞争壁垒中最关键的一环。它不仅是少数几家获得了英伟达长期供货协议的 AI 基建厂商，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直接获得了英伟达的投资，这使得 CoreWeave 从英伟达的订购商直接升级为英伟达的下游联盟。这层绑定关系让 CoreWeave 在 GPU 极度稀缺的窗口期，依然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稳定的获得 GPU 供货。这也解释了它为何能够迅速吸引大量顾客，撬动资本市场的关注，并且成为 AI 基建厂商中的估值龙头。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CoreWeave 的第二个优势是其产品架构的极度垂直化。它并不是什么都做的全能平台，而是专注 AI 训练这个赛道。所有的技术路径、部署方式和调度链路都是围绕 GPU 云服务进行深度优化的。相比于云巨头企业， CoreWeave 的系统更轻更快，支持秒级调度，极度贴合从模型训练到推理的完整流程。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生成式 AI 的初创公司更倾向于选择 CoreWeave，而不是传统的云巨头厂商。
CoreWeave 的第三个优势就是价格和部署体验的双重竞争力。它的 GPU 使用价格往往会比云巨头低20%到40%，而且支持小时甚至分钟级计费，极大的降低了模型的测试和开发门槛。对很多创业公司而言，能省钱、能秒开，还能弹性扩容，这是最具吸引力的基础设施选项。像 Stability AI、Runway 这些明星项目都是 CoreWeave 的客户。不过 CoreWeave 也面临不小的外部挑战，其中最核心的是来自于云计算巨头的反击威胁。一旦云巨头厂商加大 GPU 投入，进行价格补贴，那么他们是完全有能力对 CoreWeave 实现围剿式竞争的。毕竟他们拥有更强的生态整合能力与顾客覆盖面。同时，一些大客户，比如说 Meta 也在持续自建 AI 基础设施，不再依靠外部平台。这就意味着 CoreWeave 的订单稳定性存在潜在隐忧。如果行业竞争加剧，顾客流失或者市场份额下跌，那么 CoreWeave 的利润空间和增长结构都有可能会受到明显冲击。CoreWeave 所面对的第二个风险就是用户粘性偏弱，流失风险偏高。相较于云计算巨头，CoreWeave 提供的只是中间算力，它没有自己的用户闭环，也无法形成技术锁定效应。因此，哪怕是当前的一些明星客户，也有可能因为业务升级、合规考量或者成本原因，转向自建私有云或者投靠传统的巨头平台。一旦 AI 春上公司走上去外包化的路线，CoreWeave 很有可能会失去一批最核心的大客户。第三个挑战则是 CoreWeave 的盈利模式依然有待验证。CoreWeave 每年的资本开支高达6亿美元，大量的资金投入于 GPU 的采购和数据中心的扩张。虽然营收增长迅猛，但是当前阶段的现金流和利润率并不理想，尚处于一种靠烧钱换增长的阶段。投资人也普遍担忧这种模式到底能不能撑得住。它究竟是下一个 AWS 还是另一个 WeWork 呢？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答案。讲完了 CoreWeave 在产业链中的竞争地位，也看清楚了它面临的3大挑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本期视频的重点部分——基本面分析。从收入到成本，从盈利能力到自由现金流，我们将逐项拆解 CoreWeave 的财务基础，看看它是否能够撑得起当下高达100亿美元的市值。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CoreWeave 的股权结构。根据最新数据，公司内部员工与创始人团队共持有将近30%的股份，是所有股东中占比最高的群体。这意味着 CoreWeave 是一家典型的创始人主导型的高增长公司。这类公司一般具备2个特征，一方面是决策高度集中，反应速度快，能够在技术和业务上积极推进，但另一方面波动也更为剧烈，一旦管理层判断失误，影响范围将会更广。我们再来看股东结构中的另一个重点，机构资本对公司的认可度非常高，目前机构投资者与对冲资金各自持股将近20%，合计接近40%，说明传统市场的主力资金已经开始大规模建仓。这些资金主要来自于共同基金、养老金、量化基金等，这代表着长线与稳健派的认可。但是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注意，对冲基金的比例高达20%，而这类资金通常持股周期较短，换手率极高，这意味着市场对 CoreWeave 的短期波动也充满期待。一旦公司在某些季度的业绩或者增长指标不及预期，那么这些对冲基金可能会迅速撤出，从而造成剧烈的股价波动。总体来看，这种股东结构既有利于公司获得长期资本的支持，但是同时也容易放大短期的股价波动。对中短线投资者而言，需要高度关注公司的换手率和交易节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东结构中的2个关键构成：战略持股比例和自由流通比例。目前私营公司与创投基金合计持有 CoreWeave 约14%的股份，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英伟达的大额持股。这不仅体现了双方在 GPU 供应链上的深度绑定，更是英伟达对 CoreWeave 战略价值的直接下注。这类股东并不是赚了钱就跑的短期投机者，而是与公司共同构建生态的长期合作方，带来的是资源支持与稳定性的保障。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 CoreWeave 股票的自由流通比例约为17%，也就是说市场上真正可以交易的股票十分有限。这会带来2个直接后果，一是当情绪高涨时供不应求，股价容易被迅速推高，但是另一方面，一旦热度退潮，情绪冷却，同样有可能会造成股价的快速回落。总体来看，在这种股东结构下， CoreWeave 的股价对市场情绪和新闻刺激极为敏感。一方面它有可能会获得短期资金的追捧，实现强劲上涨，但是另一方面，高波动性也是一个不容易忽视的风险，这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CoreWeave 的盈利能力。首先是最亮眼的指标，毛利率高达75%。
这说明 CoreWeave 的 GPU 云计算服务具备极强的议价能力和边际价值，属于典型的平台型商业模式，单价贵，成本低，这就是它的护城河之一。CoreWeave 的营业利润率约为10%，说明盈利能力初具规模，但是还没有完全跑出规模效应。像 GPU 采购、数据中心运维等固定成本依然较高，拖累了利润的释放。其净利润率约为负的38%，依然处于亏损状态。主要原因包括摊销、股权激励、营销支出以及上市过程中的高额财务成本。公司的股东回报率 ROE 更是达到了负的146%，代表净亏损对股本的侵蚀非常严重。这也暴露出了公司在盈利滞后上的结构性压力。资产回报率 ROA 约为负的5%，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也说明在目前阶段，公司的资产整体投入还没有带来真正的正向回报。总结一下，虽然目前公司的净利润与 ROE 看起来非常糟糕，但是高毛利说明公司的商业逻辑是成立的。一旦费用摊销和股权激励等成本出清，盈利杠杆有望被快速放大，这也是市场敢给高估值的重要前提。我们再来看看 CoreWeave 当前的估值水平，首先是市净率 PB 达到了惊人的34倍，这意味着市场对其资产回报能力抱有了极高的预期，估值已经非常激进。市销率也高达31倍，说明市场在买未来，也就是压住其未来营收的高速增长。但是这种预期透支也伴随着高波动和高风险。企业价值倍数高达56倍，属于典型的高增长但尚未盈利的公司估值特征，盈利能力还没有兑现，但是估值已经大幅走在前头。总结来看 ，CoreWeave 当前的估值水平远远超过传统的平台型企业，属于 AI 红利外加基础设施的双重叙事溢价。公司尚未实现持续盈利，但是市场已经将其抬到了明星科技股的估值高度。高估值等于高预期外加高风险。如果未来业绩兑现不如市场预期，那么股价下杀的空间也会非常大。CoreWeave 当前的市值为728亿美元。它的总负债高达119亿美元，现金储备仅为12亿美元，这意味着公司目前尚处于净负债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现金头寸为负。这反映出 CoreWeave 本质上是一家资本密集型公司，它需要不断投入，大规模采购 GPU， 建设数据中心，来支撑其高性能的计算云。这类公司往往会有现金流紧张、财务杠杆高、融资成本依赖强等情况。目前来看，CoreWeave 有可能依靠来自英伟达的支持和投资人的认购撑起了它夸张的扩张能力，但是如果未来融资环境收紧或者利率维持高位，那么这类高负债高估值的公司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一旦市场情绪转变，财务压力可能迅速转化为估值压力，所以 CoreWeave 的高估值背后其实隐藏着烧钱换增速的市场结构性博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CoreWeave 的投资风险。奥特曼 Z-Score 是衡量企业破产概率的经典模型，如果 Z-Score 低于 1.8， 企业就已经进入了所谓的高风险区，而 CoreWeave 的积分只有 0.4， 这意味着 CoreWeave 的偿债能力非常脆弱，对外部融资环境依赖度极高，一旦市场对它失去信心，短期内有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当前 CoreWeave 的空头比例为 4%， 这在科技成长股中属于温和偏高，但是还没有到全面做空的临界点，这代表着市场对它依然保有流动性的支持，但是同时也说明投资人其实已经开始警觉它的高估值、高杠杆的结构。所以 CoreWeave 目前本质上是一个讲故事的平台，而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盈利的稳健型公司。它是一家典型的高估值、高杠杆和高风险的企业，一边是投资者的预期爆发，一边是企业脆弱的基本面。一旦 AI 投资潮退去，或者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下降，那么 CoreWeave 的估值泡沫极有可能面对剧烈的修正，尤其是当大家不愿意再为故事付钱的时候，公司尚未兑现的业绩目标将成为估值坍塌的起点。下面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CoreWeave 与其他几家大型平台公司。CoreWeave 以最少的员工撑起了全场最高的市值，它只有881名员工，但是市值却高达728亿，远远超过 Snowflake 等热门企业。这代表着 CoreWeave 是一家典型的资本溢价外加轻人力密度的 AI 基础建设新贵。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上已经有20位分析师开始追踪 CoreWeave 了，这表明它的热度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基建厂商，跻身 AI 基建第一梯队。过去一年 CoreWeave 的股价暴涨300%，直接碾压了同行，涨幅遥遥领先。市场看重的是它身上的两大标签，一是 GPU 的长期供给，二是外加 AI 浪潮的加持，这套组合拳直接引爆了市场情绪。其他老牌企业因为缺乏 AI 催化剂这张王牌，涨幅明显落后。
CoreWeave 是这波 AI 资本盛宴中最典型的情绪溢价载体，上市以来股价翻了接近3倍，从$40一口气冲到了$160。CoreWeave 亮眼的股价背后，却是让人眉头一皱的盈利。目前公司的净利润率约为负的40%，在这组对标公司中排名倒数第一，甚至比 Snowflake 的负的36%还差。CoreWeave 亮眼的股价背后，却是让人眉头紧皱的盈利。目前公司的净利润率为负的38%，在这组对标公司中排名倒数第一，甚至比 Snowflake 的负的36%还差。这代表着 CoreWeave 不仅尚未盈利，而且处于一个深度亏损的阶段。目前公司的规模经济尚未显现，资本开支依然在加速，但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市值却异军突起。这就是说 CoreWeave 处于亏损但高估值的 AI 成长股阵列，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讲预期故事、烧真金白银的模式。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几家同赛道公司的年度营收增长比。CoreWeave 排在几乎所有同类公司的第一名，年涨幅达到了惊人的736%，这个增速几乎是其他公司的20到30倍，完全是碾压式的增长。CoreWeave 之所以增长这么猛，核心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大爆发，带动了 GPU 云基础设施的爆炸式扩张。它可以说是目前 AI 基建领域最火热的超级黑马，第2名和第3名分别是 Snowflake 和 Cloudflare， 其增速都在27%左右。总体来看，CoreWeave 断层式领先，彻底打开了 AI 云计算的增长空间。Snowflake 和 Cloudflare 表现稳健，属于中高速成长型，后几名则呈现出防守型或者调整期的特点。截止目前，一共有20位华尔街分析师在盯着这家企业，说明其市场关注度相对较高。在满分微补的评级系统中， CoreWeave 获得了分析师给出的 3.35 的平均评分，处于一个不喜不悲的中位水平。不过评级的分布就很有意思了，华尔街目前对 CoreWeave 的态度比较微妙，整体呈现中性偏观望，分歧也较大。其中有4位分析师给出了强烈买入，2位给出了买入，但是有12位分析师给出了中性持有，占所有分析师比重的60%。另一方面，只有2位分析师给出了卖出或者强烈卖出的建议，占10%。总体来看，分析师对 CoreWeave 的看法偏谨慎，更多人选择了持有观望。这说明一个问题， CoreWeave 的基本面尚未验证，预期驱动为主，市场依然在观望与试探之间摇摆。换句话说，投资者和分析师都在等一个信号，到底是公司的业绩兑现确认其高估值，还是公司的泡沫破裂带来新的定价？分析师给出的目标价格显示出市场和机构之间存在较大分歧。截止目前， CoreWeave 的股价已经上涨至$164，但是根据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测，平均目标价格只有$84，这意味着当前股价较共识目标价高出近1倍，存在着约50%的下跌空间。这反映出市场和机构观点之间的显著脱节，这表明市场投资者的情绪非常激进，对 CoreWeave 的成长预期拉得很满。但是分析师这边却显得相对保守，认为公司真正的盈利能力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目标价格分布。大部分分析师的目标价格都集中在$85附近，这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估值中枢。极乐观的分析师给出了$185的目标价格，认为依然有13%的上涨空间，但是悲观的分析师却给出了$36的目标价格，认为有大约80%的回撤空间。这组数据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目前的股价已经透支了未来的增长预期。如果公司的盈利不达标，那么随时有可能会引发剧烈的估值回调和股价修正。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对 CoreWeave 的深入分析。最后，我们来分别总结一下 CoreWeave 的多空投资逻辑。我们首先来看空方的主要观点。首先，空方认为 CoreWeave 的估值已经严重透支，股价已经远远超过分析师的预期。当前股价突破$164，而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格只有$84，下跌空间高达48%。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720亿，但是截止目前依然未实现正向的净利润或者自由现金流。无论是市销率还是公司的价值倍数，在所有 AI 基建的同类公司中都处于极端高位。简单来说，就是价格涨在了天上，但是基本面还在地上。其次就是公司目前的经营依然持续亏损，盈利能力尚未成型。公司最新的净利润率为负的40%，过去1年净亏损超过$10亿。ROA 和 ROE 等核心盈利指标全部为负，资本利用效率极低。公司至今没有明确的转正时间表，盈利路径并不清晰。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 AI 市场的扩张继续，如果 CoreWeave 自身的商业模型没有能跑通，那么它的估值就是站不住脚的。所以空头的结论是，这是一家靠情绪和预期支撑起来的妖股，真正的业绩支撑还远远没有落地。
同时，空头投资者认为公司的重资产模式与弹性营收结构并不匹配。CoreWeave 是一家典型的重资本运营企业，每年用于 GPU 采购、数据中心建设的投入超过60亿美元，这属于极高的资本开支。但它的收入模型却高度依赖于弹性租赁。顾客想用就用，想走就走，导致客户的粘性非常低，抗周期能力非常差。更严重的是，目前的增长故事依然靠持续融资和不断扩容来驱动，商业模型并没有跑通。简单来说，就是用投资人的钱撑起了一个需要长期粘性的业务结构，这种不匹配是极度危险的。第四是竞争日趋激烈，巨头回归的威胁巨大。如今，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大型云公司正在快速上线 GPU 的专属租赁业务，而且在不断压价。CoreWeave 的成本优势正在被逐渐稀释。同时 ，Lambda Lab 和英伟达的自营平台也在快速崛起 ，CoreWeave 的正面竞争压力也在逐步增强。最致命的一点就是，客户有可能会跳过 CoreWeave 模式，转而自建私有的 GPU 集群。对高频用户来说，从长期来看，自建私有云的性价比更高。这也就意味着 CoreWeave 不仅要面对新玩家抢份额，也要防止客户的去平台化。所以总结一下，在空头眼中，这家公司面临的是双重风险：一方面是重资产运营的失衡风险，再加上行业巨头回归的挤压式风险。任何一个爆点都有可能触发公司股价的剧烈波动。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多头这边的核心逻辑。第一方面 ，CoreWeave 深度绑定了英伟达，掌握了稀缺的 GPU 资源。CoreWeave 为什么能火？一句话总结就是它抢到了显卡，绑上了英伟达。公司与英伟达签署了长期供货协议，是极少数能够稳定拿到 H100、A100 等高端 AI 芯片的云服务厂商。更关键的是，英伟达直接参股 CoreWeave，成为其战略股东之一，两者形成了深度绑定联盟。可以说 ，CoreWeave 就是英伟达的亲儿子。而现在整个 AI 行业都在为算力发愁 ，GPU 被称为新石油 ，CoreWeave 就是那个拥有无限石油资源的玩家。只要有人需要石油，他就可以从英伟达那里源源不断的拿到显卡。所以多头的核心判断是，谁掌握了算力资源，谁就掌握了 AI 基建的定价权。另一方面 ，CoreWeave 的营收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多头认为 CoreWeave 的商业模式已经被市场接受。根据公开数据显示 ，CoreWeave 2024年的营收同比增长超过700%，远远跑赢了同类的云基础平台。而且公司的客户名单中不乏一些明星 AI 应用，包括 Stability AI、Runway、11Lab 等，生成式 AI 赛道的头部企业。这说明 CoreWeave 的产品正对了行业痛点。客户不仅愿意用，还愿意反复付费，已经形成了稳定需求，其商业模型已经被市场验证。所以，乐观的投资者认为 CoreWeave 的商业模式已经跑通，市场认可已经形成，而且公司的增长还远远没有到达天花板。同时，乐观的投资者认为 CoreWeave 的产品专注、框架轻盈，要比云巨头更加灵活。CoreWeave 不做全站部署，不碰数据库，它就专注于做一件事，那就是给 AI 模型训练与推理提供专属的 GPU 平台。它采用高度模块化的设计结构，支持秒级部署、弹性调度，这高度适配 AI 工程师的需求。相比于传统云平台巨头，它部署更快，价格更便宜，页面更简单，是不少创业公司的首选平台。所以，乐观的投资者认为 ，CoreWeave 这种垂直聚焦、极度优化的打法，可以让它在云巨头碰不到的边角市场轻松抢占客户。同时，多头投资者也认为 AI 的红利将会长期存在，而 CoreWeave 刚刚进入收租周期。从大语言模型的训练到推理部署，再到 AI 应用的大规模普及，整个行业对 GPU 的需求是长期结构性的增长。CoreWeave 作为算力中间商，站在这条增长曲线的底层支撑位，谁都需要从它这里过，谁都需要付过路费。一方面上数据中心，掌握硬件资源，另一方面又像一个云平台，提供灵活的服务。所以，多头投资者的信仰是 CoreWeave 在这场 AI 基建中掌握了算力分发的十字路口，所以它掌握了未来 AI 基建部署的定价权。最后一点，公司的投资者认为 CoreWeave 的股权结构健康，同时叠加市场的情绪与资金推动，这将会成为 CoreWeave 股价进一步上涨的逻辑。CoreWeave 的创始团队持股比例非常高，达到了30%，这说明管理层和公司是一条心的，方向一致，拥有长期激励机制，这种强绑定在市场上是十分加分的。同时，包括英伟达和 BlackRock 在内的多家机构已经提前下注布局，释放出了强者共识的信号，市场也会因此给 CoreWeave 更多的估值溢价。
当前公司的市场情绪也刚好在风口上，行业预期高，叙事热度足，CoreWeave 将会成为 AI 赛道中少见的高关注度的标的性公司。所以说 CoreWeave 是一类具备持续融资能力与成长故事的稀缺性品种。至此，我们已经拆解了 CoreWeave 的多头投资逻辑，从硬核绑定于伟达到商业模式验证，再到框架优势、红利周期、资本结构，每一层都回应了市场对它高估值背后的支撑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并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看法。你的每一次互动对我来说都是最大的支持，这也能帮助我创作出更多优质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